各位，有粉丝给我说，浩哥快说说吧，出事儿了，怎么了？中国的官媒开始批判金灿荣教授的所谓的西方唯史论了，并且批量的封号啊！还有这事儿啊？我去查了一查啊，确实有这个事儿。因为金灿荣教授呢，以前都讲过啊，说这个其实西方呢对他的这些古希腊史啊，还有古埃及史啊这些这个造假有很多的疑问啊。金灿荣甚至提出来，亚里士多德这个人物都有可能是虚构的啊，存不存在真是有问题的。比如说亚里士多德存不存在，是吧？希腊三圣贤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据说他写了100多本书，1000多万字啊，然后留存下来是300万字。那这里面疑点太多了。第一，13世纪以前没有这个人呢，在所有的西方文献里面没有这个人，突然冒出来的。然后什么都懂啊，光学也懂，是吧？伦理学也懂，经济学也懂，政治学他也懂啊，都胡说八道，不存在这种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写的太多了。西方造假造过了，写了300万字啊，这肯定不符合物理学原理啊，因为古代没有纸啊，是不是？他们说用紫砂草就埃及进口的，这是进口很贵很贵的。然后西方自己是羊皮纸，羊皮是很贵的，羊皮得用小羊做啊，老羊皮还做不了，知道吧？那古代饿得像个鬼似的，那肯定都是那个养得肥肥的，吃了再处理那个皮啊，小羊皮就给你宰了，那多贵啊！问题就出在这，就是古典时代啊，写作材料非常紧张，所以所有的那个经典应该都是很简短的。咱们中国就很符合这个规律，对吧？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书写材料，第一是丝帛，那都是国王才能用的，太贵了。老百姓用的什么竹简，对不对？手指加工一下，用墨写上去，写错了拿个刀刮一下。所以古代知识分子带支笔还得带个刀，所以叫刀笔吏嘛，就这么来的啊。所以就我们那个历史是很确凿的，然后我们古典呢，明显是非常符合这个规律的，简短，智慧高度浓缩。所以《论语》15900多个字，是吧？《道德经》5700多个字，世界兵家之首《孙子兵法》6005个字。那么亚里士多德搞了300万字，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啊！因为专家分析过啊，300万字什么概念呢？就整个地中海地区，包括整个欧洲、整个黑海、整个小亚细亚、整个那个北非绿洲，100年全部的小羊皮给他们家写不下来，知道吧？所以现在我对西方的问题说，就是第一，这个人应该是不存在的啊，这么完善知识体系不可能的。第二，就是存在，他写在哪了，知道吧？肯定是假的，知道吧？希腊罗马存不存在，真是。金教授质疑的非常有道理啊！从科学上来讲，古埃及所谓的缩草纸那个玩意儿不叫纸啊，那个还有什么那个楔形文字泥板那个刻的那玩意儿，第一啊，那个缩草纸是用各种植物是吧？它编出来的，它不跟中国的那个蔡伦造纸术一样，把它熬成浆，然后摊开成了一个纸。它是先把那个编织起来，编成一个板儿，然后呢，再通过泡啊、煮啊，再让那个纤维变得更加的那个平整一些。那玩意儿，它根本很脆，根本不能折叠。能保留2-3千年吗？各位，你们让你们自己想，能保留2-3千年吗？连个折叠都不行的玩意儿啊！而且还据说一挖出来一个图书馆，一个垃圾山里边能挖出来，好家伙，几十万份缩草纸，我操！听着就不太靠谱。包括那个什么古埃及的那个楔形文字、泥板文明啊，什么之类的，那泥板。不是陶片，记住了啊！没有烧过，没有烧过，没有烧过。重要的事情说3次。那个泥板弄成湿的，然后在上面刻完了以后，太阳底下晒干。我就问你，那个中国原来农村的土坯房，土坯啊，那个做成的土坯。
能保留多少年呢？就那玩意儿，不是陶片啊，记住了啊，能保留2000年吗？那上面的文字跟昨天刻上去的那么清晰，所以这个很多它不符合这个物理原理啊，朋友们。2000多年了，中国那个就是说那1000多年前的唐代的石碑、汉代的石碑，那字儿都快没了，都快磨没了，风吹日晒的啊，一个泥板啊，清晰如昨天。其实中国的好多的学者，比如说黄河清教授、浙大的教授，对此呢也做了很多的质疑。当然了，我并不是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啊，但是我们来听听吧。许多博物馆最近有大展，上海古埃及，北京古希腊，说是商周的，其实上周的。今天我们来讲讲上海博物馆的古埃及文明大展，全是假货，最新的只有4年。为什么说它假货？我们首先来讲讲工具的问题。因为要雕琢那种神庙，要雕琢古埃及的那些雕像，没有钢铁工具它是不可能完成的。钢铁是中国的伟大发明，这一点我书里面有讲，而古埃及是没有钢铁工具的。他们自己说他们用的是青铜工具，但是青铜在古埃及也没有，因为青铜也是中国发明的。青铜它是需要铜和锡的合成，而欧洲西亚在古代是没有炼锡的技术。所以就从这点来讲，所谓的古埃及的那些神庙，古埃及的一些雕像，因为没有工具，它都是现代伪造的。之所以我们今天看到那些大金字塔还有大神庙，其实是用了人造石。法国非常著名的一个材料科学家 David Witz， 他明确说古埃及的大金字塔是 fake stone， 是假石头，是造的。那些神庙雕像是用了人造花岗岩，比方说那2个花岗岩的柱子实际上是人造的，还有一个花岗岩的狮身人面像，它也是人造花岗岩，表面都剥落的。整个古埃及的那些所谓的遗址，实际上是一个现代伪造的横店影视城。是这一点上我不太同意这教授讲的啊。好家伙，你们去过埃及吗，朋友们？埃及那个金字塔区啊，图坦卡蒙墓啊，如果是现代伪造的，又在工业革命时期集全世界的力量也造不出来呀，朋友们，太大了，那个金字塔跟一座山似的啊！你要说人造石这玩意儿呢，倒是有可能啊，这个埃及人可能掌握了什么样的神奇的技术，可以人造那么大的石块，是吧？你要说埃及人呢，用了一种我们现在不知道的切割的方法，那也有可能，我也相信。你要说它完全都是工业革命时期伪造的，这一点上我和这个教授的看法不太一致，但是别的我还是十分认同教授所说的。埃及文明展最新的展品只有4年，这里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展品里面有一些展品只有60年历史。这只号称2000多年前的小牛像完全是新的，一些黑颜料涂上去几乎是看不出来有历史的痕迹。还有一只草编框，号称是3000多年前。以色列前几年发现了一只10000年前的编织框，埃及人表示不服，我们也有一只3500年前的草编框，但这个草编框我们可以看也是完全是新的。埃及人据说还用上了香水，这2只玻璃香水瓶。我们要问，在2000多年前，古埃及人已经能够制造玻璃，还能用上了香水？我们再来看这3个戒指，号称是2600年前和4700年。第一个戒指是釉陶，釉陶是非常难制造的，也是陶瓷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发明。古埃及它根本做不出釉陶，所以这只戒指完全是假的。还有一只是宝石做的戒指，那么它是用什么工具加工的？还有一只是4700年前的铁戒指，其实按照西方为史，所谓赫梯文明发明了铁，那也是3400年前，而这只铁的戒指号称有4700年，其实按照西方为史，这也是假的。还有这2只女性画眼妆的眼妆罐，据说古埃及女人超级臭美，有防晒油，有香水，有眼睫膏，还画眼影妆，其实都是伪史的意淫。这些古埃及女人的各种首饰、化妆都是西方伪史。除了上面这些，这个展览里面只有60年历史的展品还有很多。
埃及文明大展只有60年历史，或者只有4年历史的展品。下面我们来讲讲这个展览里面最多是250年的展品。这2只4700年前的石罐、石碗，它是用什么工具雕凿的？其实，法国著名的材料学家 David Witts 曾经讲过了，古埃及用的是人造硬石来做这些罐啊、瓶啊。这2只碗其实是人造硬石。我们再来看这3件3000多年前的釉陶碗、釉陶砖和釉陶的河马雕像，颜色这蓝的是太鲜艳了，根本看不出有3000年、2000年的历史。我们再来看这件方雕。干干净净，这个雕像胸前的象形文字就像是刚刚刻上去的。我们再来看这件阿蒙神的头像，他的头冠和脸部高度怀疑这是人造石，就是人造的湿泥还没有夯实留下的那些空隙，完全不像是一个天然石头雕凿出来的。还有这件埃赫那顿像，他的手和弯钩非常像泥塑，不是石头雕凿而成。我们再来看3000年前的墨水，它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其实墨水是需要高度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墨汁是有非常多的技术含量在里面。那么古埃及的墨水，它用的是什么材料？3000多年不褪色。我们再来看这件2600年前的彩色象形棺，它上面的象形文字太新了，不要说250年，我看大概只有25年左右的历史，非常新。我们再来看这块4000年前的面包，居然也能保存到现在，这块面包感觉还是很香酥的样子。还有这双3500年前的凉草鞋，根本看不出3500年历史。这双草鞋，我们看看大概50年历史都不会到。还有这件青铜包金的猪鹿像，就是一件现代工艺品嘛。还有这件女星木乃伊的面具，上面的颜料给人的感觉是完全是新的。还有这件金木乃伊的面具，还有这一男一女的木乃伊面具，都是完全新的。只要是我们不迷信，只要我们敢于怀疑，这些东西就是一眼假。我觉得大家都要去看看这个上海的古埃及文明大展，用常识去辨伪，不能放过这个西方送假货上门的机会。这一点上我是同意教授的，这些都是一眼新的赝品啊！这个教授把这个上海官方给戳急了，你知道吧？啊！上海的官方东方卫视开始批判。进入夜线约见，近日有消息称，有一批宣扬唯史论的自媒体账号被封禁。唯史论简单来说，就是基本否定西方历史以及极度歪曲中国历史的一种欺台惯论。在中文互联网刚刚兴起之时，唯史论就有出现的苗头，但传播范围比较小，仅限于个别小众群体的讨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唯史论也从小打小闹，成为了有体系的内容创造。有一批自媒体专注于这一领域，大量制作否定歪曲正统史观的内容，相信者众多，而且内容越来越极端。那么，唯史论的出现会带来哪些危害？又该如何避免公众受其误导呢？那有关这一话题，今天走进演播室的嘉宾是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副研究馆员荣敬凯。那同时，我们也在线上邀请到了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李洪斌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先请荣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是学历史的，就是在您看来有什么比较典型的唯史论的这种观点？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讲到我们上海博物馆现在在办的已经跨年的这个古埃及文明大展，对于古埃及文明就有很多的这种各种奇谈怪论、各种质疑，大到比如说金字塔是假造的，是后来欧洲人近代以后造的。当然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甚至会推及到整个古埃及文明都是假造的，是西方，尤其是欧洲殖民者进入这个西方主导的这个时代以后，他们所谓为了贬低打压东方文明，要塑造一个他们的源头，就把在古埃及这里造了那么多假的古迹，造了大量的假的文物，当然这个大量是数以百万计的，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如果按照唯史论者的观点来看，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那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他们所讲的这个内容漏洞在哪里？那就我们前面已经说到，就是首先是一个，如果这是一个局的话，那是一个巨大的局，在几百年的过程当中，要有前赴后继这么多的人参与，而且共同保守这个造假的秘密，这个如果从阴谋论的视角来看，是惊天的大阴谋，是吧？然后能够守到现在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从逻辑上我们说是这样。就是实际上知道越多啊，人知道的人越多，往往这个东西越容易露馅，但是就并那个咱先说一句啊，
就是金字塔是人造的，这个呢是不太可能的。这是一个世纪工程，是吧？这个当时的这个工业革命的时期完成不了的一个事情啊，这个咱不谈啊。就说美国啊，现在很多的报道都报道出来了，很多的所谓的古希腊文物、古埃及文物都是文物贩子假造的，有很多的报道。因为当时呢，他们假造这些东西卖给博物馆，能卖好多好多的钱啊，这种例子有很多。并不存在这种状况的出现。就是您觉得这种唯史论泛滥之后，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和影响？最大的危害，您觉得是什么？最大的，首先我觉得它是第一个是让我们容易忽略真问题，去纠结在这些其实对于严谨的历史研究来说，并不是真的问题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说思维如果。因为在这样的惯性之下，人的思维容易偷懒，这样的话能力就会退化。那第二个是这个干扰认知的基础，就是我们讨论这些问题需要有一个大家的普遍的社会共识。这种论调泛滥了以后，其实是会侵蚀这样的一个基础。第三个还有，其实我感觉特别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越来越多的影响到未成年人，那影响到他们正在形成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唯史论他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去证明一个结果？是的，像因为我们专业是考古学考古当中有一个很经典的话叫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就是你有材料并不代表我从这个材料能推出一大系列的东西，而是我们往往是要结合多学科，甚至历史学当中也有细分的很多方向，去共同辨析一个问题，为一个问题服务，会有交叉论证。那而且我们会讲到就是强调要。其实真正的历史研究要修正或者补充一个历史观点，一个历史往往会非常耸动颠覆。看来这些唯史论者他们是真的不明白这些历史事实，还是说他们明白有别的目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您觉得？对，我觉得这是有两个层面。你说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因为文化程度比较低，然后呢对这样的一些极端言论又符合自己立场。他就很容易这个接受，这些人甚至是真诚的，他是真诚的相信这些，包括现在一些唯史论的公号被被关呢，还是有不少人为他们打抱不平的。这群人是被唯史论毒害最深的人群。所谓坐井观天啊，我觉得没有外力，不给搭梯子啊，他们都很难从已经形成的这口深井里爬出来。但是另外一类人则未必，他们就是用炮制极端言论来吸引眼球，做的是流量生意，满足的是一己私欲。咱们就想，如果换个赛道，换一个还能够有流量的，他可能就会炮制截然相反的所谓历史。所以这一类的人是最值得警惕的。一部分是真的不明白，有一部分完全就是为了流量，根本不在乎这个科学问题。是。那您觉着就是这样，可能不在乎科学问题，有些可能稍微想一想就会觉得是错的东西，却在网上会大行其道，有很多人信，这是什么原因？对，这里面它其实是有一些心理动因的，这些吸引流量的人，他深谙其中之道。比如说一些惊世骇俗这样的一些极端的言论，它相比严谨却枯燥的一些专业的史学著作，它更容易被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接受。还有一个唯史论后面往往是有阴谋论的，对吧？那它就会让受众有一种我洞悉了某个大秘密的掌控感、优越感。再一个呢，如果西方文明是虚构的，那么天下为中华独尊，它满足了一种虚幻的民族自豪感，特别是跟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刻意打压中国的崛起，对吧？给我们这个在一些高端科技上卡脖子，它也带来了我们一些国人的这样的一个被压迫的这样的个感觉，所以就给了这个唯史论一个大行其道的契机。实际上背后可能他们也抓住了大众的某些心理上的特质啊，才有可能让自己的内容大行其道。您觉得这些唯史论算不算低级红高级黑？我认为啊，那显然是的了。肯定，你想想看，
这个唯史论呢，它并不新鲜，它在世界上已经有了300-400年的历史了。在西方国家，他们自己就曾经说，哎，希腊是假的，等等等等。但是它已经被国际学术界反复批驳。那但是这唯史论的冷饭在中国，刚才也讲了种种原因，有了新型的色香味儿。特别是唯史论特别愿意说中国是人类一切文明的起源，所有的人类文明创造都被附会成咱们中国的古已有之。那这个实际上在国际上是损害了我们国家形象的，它这个适得其反，甚至成了西方一些人士借以攻击我们的笑柄。所以我觉得唯史论最大的危害是什么？是否定了改革开放。那我们天天翻故纸堆，不就能躺赢，就可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吗？那这样的一个片面的强调所谓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它就是授人以柄，就成了夜郎自大的高级黑。好，李老师，请您继续保持在线啊。我们有些问题再来请教一下，荣老师。刚才我们讲了，有的时候您作为专业人士，很好就分辨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但是有些时候，可能有些人的确是不了解，他不好分辨。您有什么办法帮这些人来分辨一下吗？是的。那我们简单可能如果说技巧层面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判断信源的可靠性，就是看这是谁说的，某个观点谁说的，或者它的来源。第二个其实是希望大家努力去做到全面掌握信息，有条件的话，努力的去了解一个现象或者一个历史观点它背后的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背景。那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小技巧吧，就是警惕这种自媒体上的定论式表述，它一定怎么样，绝对怎么样，这个往往大家都要保持警惕，因为这个我们说严谨的历史研究往往是有多义性和这个开放性，它往往很难得出一个绝对，因为觉得这个太荒谬，所以往往很不愿意去介入到这个他去传播。从传播的角度来讲，平台方面浪特别高，不管你是小学程度、初中程度都敢开牙。其实历史也是如此，在唯史论的传播当中啊，专业人士的观点被嗤之以鼻。正史伪顿，唯史不是，我就有点疑问了，是吧？你上海台请的这两个，你不是应该请考古专家来聊聊啊，给大家解释一下，说这个古埃及的时候，那个泥板文字、楔形文字是怎么不经过烧造保留到今天的？而且那个地方还多雨，对吧？比刻到石碑上都清晰得多。第二个，那个缩草纸，那玩意儿是怎么能保留2000多年它不腐坏不腐烂的？比中国的竹简都坚固。你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角度啊？你不能整两个政工干部过来谩骂这些质疑的这个普通的老百姓，说他们傻，说他们没脑子。这上海官方，哎呦我的天哪，我这是看我都看不下去了，是吧？啊，你不得你拿出事实来，拿出论据来说话吗？你整一大堆红卫兵，对吧？上来就骂人，就骂街，说你们底层的老百姓都不懂事儿啊，就不得不让中国的网民想了。你说你们这些人是不是本身就是学西方历史的啊？然后呢，你们如果是被这个唯史论把西方唯史给戳穿了的话，你们是不是就丢了工作了？你们这一生所学是不是就没意义了啊？所以中国的这些网友们看不下去了啊！中国的这些网友们啊，中国的网友们是真急了。中国的网友们是这么说的啊，说其实国内的精英最害怕否定西方的历史，是真是假应该以证据为依据，唯史论者也罢，这些历史教授也罢，都要拿出证据来，就像中国考古发现那样的，有文献记录，有文物，有遗迹，这些都是
相关的，才能证明它的是真实的。而西方的历史考古恰恰欠缺这些。西方列强、日本等国的博物馆所藏的大量中国文物古籍，特别是书籍，没有向大众开放。西方近代突然即工业革命技术从哪来的呀？有没有讲明白呀？对吧？说这玩意儿，说这西方敌人开始反扑了啊，双标的很，给提出质疑就给人扣唯史论者啊，老百姓自己有思想了，不会再轻易被忽悠了，对吧？啊，说敢不敢来一场辩论呢？那钢筋水泥如何保持几千年？如何在水里边建城池啊？对吧？所以看了吗？99%以上的这些网友啊，都在这个骂上海这个所谓的电视台啊，你们他娘的搞专家来，你整两个政棍来，你骂我们这个革命群众，你们什么意思呀？是吧？这确实啊，这个咱西方唯史论呢，啊，这个不怕辩论，对吧？你得整一个这个辩论的这个专家过来呀，你整这些人过来，这网友们，广大的网友们能服吗？各位啊，对于此事你们是怎么看的呢？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哦，对了，说一句啊，那个金灿荣教授没有封号，这个黄河星教授也没有封号啊，封的是别人。